老板，你这是干嘛？你那些破烂我都看过了，没有值钱的，都来了800次了，当我这儿做慈善的啊？这个也不值钱。哟，阮小姐，请，你这宝贝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你家不是被卖干净了吗？还钱！姓阮的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再不还钱，老子把你卖去黑市做成人质！老板，玉佩换的钱一半打我卡里，一半换成硬币给他们。阮星梦，你给老子等着！1周以后我还会再来，你家欠的钱生生世世都还不尽。我等你下海的那天，我一定光顾你的生意。我敢接下这个药店，就代表我有把握把它盘活。别以为我和他们一样没脑子。我叫阮星梦，现在是一个破产药店的老板。至于为什么破产嘛，我管你是不是被送人了，你爸妈把药厂和债务过到你名下，他们带着你弟出国没影了，那这债就得你还。好，我还。你们想牺牲我偏要用这个破药房逆风翻盘，彻底摆脱你们。从此我的命我说了算。近几日叨扰姑娘了，不知在下的玉佩可换几分薄银？这位是我最近的甲方，也是摇钱树，来自古代的少年将军。没想到无意间发现药店里居然有能通往古代的时空隧道，用现代药品和古人做生意，让我起步一下容易很多。摇钱不是，袁将军，你看看还缺什么吗？袁术，袁术！按时消毒的话，伤口不应该腐烂成这样啊。这个味道是……姑娘，我……别动！你受伤后有没有沾过脏水？未曾。那看来应该是你们敌军的武器进过粪水，所以伤口才会感染成这样。卑鄙！难怪军营里伤员久治不愈，沾了粪水的伤口九死无生。谁说的？喏，可惜这种药非常贵，我手里也没有现货，而且以你们大军的人数，恐怕是天价。我会尽快集齐药款，不知道姑娘可否先随在下前去军营坐诊，传授下处理之法？我去古代。姑娘的着装实在与众不同，先委屈一下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挺喜欢的，先带我出去看看吧。血染沙场，白骨成山，竟然是写实的吗？他还是孩子，壮丁已经不够，如今10岁以上男子均要征兵。将军，敌军来袭！我派人护送你回那边，药款我会在7日内奏起。你还在高热，你现在上战场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星梦，我退了身后的百姓该怎么办？哪怕战至只剩1人，我们都不会后退一步。安全起见，若7日内我没有前去，就将通道封存吧。快走吧。要是不还钱，就让你下海还债！我先垫钱，明日就将药品送来，你不准死，7天内一定要补齐药款，听到没？好。我这哪是企业家，分明是慈善家嘛！袁术啊袁术，我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在你身上了，可一定不要让我失望。将军，神药非常有用，大半士兵的伤口正在愈合。好，准备的钱财都到了吗？已经在路上了，今晚即可送到。将军，不知这叫干感染的神药是从何而来？我们简直闻所未闻啊！是专门拯救我们的神仙送来的。看将军这神情，除了钱财，是不是还要准备聘礼啊？那也不是现在，至少要等打赢这场战役，天下太平之时。你确定没有看错？
我亲眼看着袁术手下从里面搬出好多花花绿绿的盒子，底下的士兵吃了病就好了。难怪用了粪水都攻不下来。来人啊，给我烧！虽然不知你这药堂有何古怪，但我全部烧干净，看你还有什么办法。马上就到日子了，怎么袁术还没来？难道战败了？不可能啊，药都送过去了。算了，我还亲自去看一下吧。啊，穿越门失效了。小娘们呢？到日子了，赶紧还钱。姓阮的，钱呢？还有3个小时才到时间，急什么？还不上直接说还不上。难道你还能在3个小时以内变出真金白银来？袁术，你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将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还在那边等着这笔钱，没送过去，他该怎么办？将军，谁在等着呀？神医吗？没事儿，我们可以广发天下告示，一定能将神医寻到。寻不到的，马上召集人手，把这块废墟挖开。够了，已经3个小时了，老子没时间看你耍猴，把钱交出来。再给我2天时间。你当玉佩的钱呢？你当时只给了老子一半。用完了，但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还上。耍老子是不是？你又是谁？你们是什么部落的？把我引到这儿，想干什么？脑子有泡啊你！别碍事儿，找死！愣着干什么？给老子上啊！阮星梦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告诉强哥。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你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吧。你先穿个衣服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也是袁国吗？但这身装扮实在不像啊。什么是袁国？我是格尔18个部落的首领，草原上的王。这是百兽之王的牙，只有最勇猛的勇士才能拥有。部落首领？难道这个穿越门不只能通往一个时空？我明明在森林里追羚羊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是穿越了，穿越的意思就是去了一个特别远的时空。尊敬的部落王，要不我们做笔生意？我这儿有很多药品哦，你看看需要什么？这种小伤完全不需要治疗，草原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大客户没了，快点告诉我该如何回去。你从这里面进去就行。上天保佑，下次川贵来一个有钱还能和我做生意的吧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神女。这些你都统统拿去。不是，现在显灵这么快吗？将军这是着魔了吗？都挖3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啊！左统领都说帮将军贴告示了，将军非说没用，只有在这儿能找到，恐怕是受了刺激。找到你了。乌拉尔，你去了哪里？我们以为你被野兽吃了。我找到了神女，神女，你找到了神女啊！乌拉尔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神的预言说神女会带着天火降临，而我找到了这位能降火的神女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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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准备起来！
我们部落总算要有女首领了。这些有80克，按照当下的金价，大概能值7万块。如果重新打好造型再卖，至少能涨5成。你来啦，正好有事找你。你看这些金子，我打算融了打首饰，大概能有10万，我4你6，但6万块都买打火机太浪费了，我打算再给你买些火石，怎么样？这样在大风下雨天，你们也能点燃火。然后我还给你买了几个小燃烧瓶，你们遇到野兽就丢出去，能吓退他们。不满意吗？没事，我还有备用方案。果然每个时代的甲方都好难伺候。你要把大部分都给我？虽然你不懂现代的物价，但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，我不能骗过你。我还打算帮你们升级下武器装备，你们生存能安全很多。你们部落表达感谢的方式还挺热情。嫁给我，神女，来格尔做草原上的王后。什么？不是我袁术啊！不知廉耻！神女，我们回草原。姑娘，你要和他走吗？不是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们都是我的顾客。你没事吧？你们先关心下自己吧，一人来一针破伤风。中原男人娇气，有完没完了？神女，你为什么帮着他说话？他看起来又瘦又弱，在我们草原连女人都不如。袁术是带兵打仗的将领，守家卫国的英雄，别胡说。阮姑娘过奖了。这次来的迟了许久，可是战事出了变化。是我不小心暴露了入口所在，让敌军焚毁殆尽。幸好从废墟中找到了这个。看来穿越的关键在珠子上，以后带着珠子，也许能实现随地穿越。神女，你和他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说我们发财的事呢。你们先回各自的时空，我把这些东西变现，换购你们所需的东西。3日后在药店集合。我是来迎娶你做草原女主人的，不是做什么买卖。我再次澄清，小店只卖货，不卖人。老板，什么叫不要了？我拿你上次卖的玉佩去问了，有价无市啊。这九州国在历史上没名没姓，没人收啊。可这些都是好料，您再看看呢。古董，古董，重点在古，没有史实记载，这些就算是好料子，也只能按工艺品开价了。工艺品的话，能开多少？最多这个数。太少了。或者你也可怜可怜我，把这玉佩拿回去，我这还亏本砸手里呢。哎，强哥，就是他，不还钱还把我们打了一顿。将军，可是看出什么端倪？并无。敌军已后退50里，照目前的进程，不出3个月，就能把他们彻底赶出我国疆土。将军，这是开国以来最大的胜仗啊！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吩咐下去，夜间巡逻再加1倍守卫。是。将军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要大赏全军上下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战事尚未结束，
奖赏来的未免太早了，总觉得有些奇怪。让你姘头出来啊，看看他能不能打过我们这么多人。还有心情逛古董店，看来钱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从没说不还，区区几百万而已，连里面一个青花瓷瓶都买不起。你们可以直接把异香拉走，就是可惜，你错过了挣大钱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我能从一个破药店白手起家，短短2周变成这样，你还不懂吗？你有赚钱的路子。不错，而且这个路子我可以带别人一起。强哥，您可别听这小娘们的话，她就是在拖时间。强哥，你要为了他的话放弃发财的机会吗？你想怎么做1个月后，我能还你150%的利，但你的手下前天把我店砸了，害得我生意都做不了。强哥，强哥！手下不懂事，我会管教，但你1个月后，要么见钱，要么见命。成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这次替朕守卫疆土，论功奖赏，应属首位。陛下谬赞，都是臣职责所在，不必推辞。即日起就封你为御林军第1带刀侍卫，帮朕守护着皇宫，如何？陛下，臣自知力薄，恐难当大任。前线战事吃紧，还请让臣回到前线。前线不必担心，朕已经让苏丞相的嫡长子替你前去了。苏平那孩子如今已17岁。陛下，苏平从未去过军中，如何能担任主将？况且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。够了！朕心意已决，你难道还要抗旨不成？臣领旨。袁统领，以后这儿就是您的寝殿了。您贵为御林军第1统帅，负责整个皇城的安危，所以无特殊情况可不能出宫。袁术明白。如今想破局，只能靠你了。怎么是你？不然你想是谁？神女吗？这一下不得让神女胳膊断了。抱歉，神女不是说你在带兵打仗吗？你抛下战士们跑了？我没有，我被皇上禁足在皇宫，不能再去前线。你们首领是不是昏了头？部落正在打仗时把人困住，这种人应该被拉去草原喂狼。你们草原不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吗？不会，我们大事前都会请示神明，没人会违背神的旨意。那你现在怎么想的？只要能回到前线，做什么都行。敌军表面退军，但我总觉得不安，恐怕有变。或许你们国家信神吗？如果是神的旨意让你回战场，那我就能回去。你为什么帮我？谁想帮你了？神女一直想办法让你的国家战胜，就差最后一点了。我不想让神女失望。你很喜欢她。不错，
我是要迎娶神女回草原，她注定是属于我的。星梦不是物品，它只属于他自己。说这么多，还不因为你是一个不敢表态的懦夫？我对星梦……你们在说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那些古董出了些问题，不能变现，来找你看看有没有其他赚钱的办法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本想去药店找你，不知哪里弄错了，就来到了这里。正巧碰到这个懦夫被困在这儿。困在这儿？造神计划，加我一个。太危险了，这必定是欺君之罪。还有你那边的事。没事，我这边不急，而且我又不是你们时代的人，欺的哪门子君？况且前线的惨状我已经见过，人命不能是政治的牺牲品。至于搞钱，还好暂时拖住了，等袁术回到前线再想办法吧。帮袁术回归前线计划。正式启动。现在最难的是怎么造出一个神呢？交给我。现代科技吓唬古人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皇上，这是今日战报。短短3日，敌军又推进了80里。苏平在干什么？苏小将军说，敌军火力猛增，与袁术之前汇报情况大相径庭，所以才……不如让袁术先回前线平定战事。不可！如今他宣联已经有了院队，放他无异于放虎归山。袁术这辈子只可留在皇宫。传令下去，再将西南西北的兵力借调给苏平，势必荡平敌军。袁术，你看我带了什……抱歉。没关系，应该是我道歉才对。神女，你回来了。神女，你喜欢他这样的？我比他更好。啊，确实不错。不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看，这就是我带来的造神神器——投影仪。就这个方方的小盒子？不错，现在缺的就是塑造一种恐怖的氛围了，最好是诡异又精怪的感觉。你们说，2个穿越珠能不能把连个时空连接在一起？我上次回去也发现了这个。什么声音？是家猫的叫声吧？兵显灵了！援兵显灵了！什么援兵显灵，敢来朕面前放肆！陛下，传闻是前线枉死的战士们回魂来宫中索命，神仙恕罪，神仙恕罪！是谁在朕的面前装神弄鬼？元帝，你可知罪？
休要胡言乱语！陛下，那些院兵真的找回来了。元帝，你将战场当儿戏，罔顾战士们性命，如今也是你还给他们的时候了。神仙饶命，朕也是形势所逼，朕愿拼尽全部国力扭转战局，请战士们安息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元帝，你做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典，你好自为之。马上把袁术召进宫！如何？即日启程，去往前线。好耶！能重返战场，多亏了二位相助。以后有需要袁术的地方，我必将竭尽全力。还二位呢，这么见外。这是陛下用来供奉神明的，你收下，也算是了却他的心愿。这么多，他如今对你的话深信不疑，还要打造等人高的纯金雕像。那雕像打造好了也记得带给我哦。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收获，这下欠款的问题也解决了。多谢。那咱们各回各家，相约5日后在袁术这边集合。有缺的物资记得告诉我，我还要做生意呢。好。总算回来了，这些钱再加上之前攒的和投资的收益，加起来应该差不多把欠款还上，总算是挺了过来。谁啊？星梦啊，妈妈回来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和妈妈说话呢？妈妈想你了，就带弟弟回来了呀。妈妈果然没看错你。这一看就是挣了大钱吧？正好你弟弟想去当明星，缺一笔启动资金，不如……没钱？你桌上还摆着金子呢，装什么装？我会唱歌跳舞，是进娱乐圈的好苗子，让你捧我是给你机会。会唱歌跳舞，去 KTV 当少爷也行，还能挣钱呢。你没心肝的东西！大宝，我们走。大不了我们把厂子一卖，拿钱也行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买家已经找好了，这种脏不拉几的柜子给我丢了。什么脏不拉几？这是血？放箭！你怎么回事？打仗都打不赢，这伤口怎么感觉有些奇怪？告诉星梦，别过来，危险。算了，为了神女，不能让你悄无声息的死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别怪乌拉尔，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战况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我还没来得及去找神女，她就过来了。我来了后，发现敌军实力大涨，
我方死伤严重，恐怕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哼，懦夫！乌拉尔，战争还没结束就觉得自己输了，这种人不配做首领。我可以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但我不能让身后的老百姓跟我陪葬。自知兵力不行，就该让百姓提前撤退，不然他们还有活路吗？都是借口。你但凡……够了，别吵了。是嫡袭。袁将军，敌军又来了！不必管我，我会自己躲好。往南走是村庄，先去那里避避。好，你们一定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。没想到你会留下。我也有要保护的人。珠子没了作用，如果战败，神女留在这里，这太危险了。我乌拉尔从不打败仗。我也是。今夜九死一生，但我们一步都不能退。我们身后就是国家，是百姓，更是家人。将士们，随我杀！星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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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好你没受伤。他意外发现了我躲藏的地方，为了不让敌军伤害到我，顶着他们的刀枪保护了我。他本不用死的，都是因为我。星梦，别哭，我会尽全力去打这场仗，为他们报仇。你也会死吗？死在某一场战争之中？这是我的使命，能为了国家死在战场上，是战士最高的荣耀。原来他是一直抱着必死的决心在打。我会帮你打赢这场仗。什么？我说我会帮你打赢这场仗。你再坚持3日，我去筹备物资，我一定能帮你扭转战局。守了你几天，总算出现了，是时候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？全部换成现金，我现在就要。不用换，我也收黄金抵债的。这不是用来还债的，不止不还，我还要再借一些。你说什么？你敢耍老子？哎呦，强哥息怒，息怒啊！我需要钱，银行能抵押贷款的全都用了，还差一些。阮星梦，你他妈当老子干慈善的吗？你去街上打听打听，谁敢欠老子的钱？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今天要你一条腿，3日后还不还钱再要你一条胳膊，直到你能还上钱为止。这东西你哪来的？李爱欣，白塔小学3年1班，是你女儿吧？你威胁我？你把小爱怎么了？她要是出了事，老子一定杀了你！现在知道保护她了。你在外面逞凶斗狠的，有没有想过女儿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我报警了啊！
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乖乖听妈妈话，爸爸一会儿就回家。谢谢你救了他，没想到蝎子那帮人这么阴险，竟然想绑架他。说吧，你还需要多少钱？将军，撤军吧，真撑不住了。粮草已经吃完了，战士们死伤七八，现在离开，至少还能保留一丝火种。还有2日，我的干粮和药全部给战士们分下去。我能回部落取一些肉回来，但我们没有储存粮食的习惯，所以没有太多，可能只够你们吃一顿。多谢，沈女士不会骗人的。我知道，我从来不会怀疑她。老板，从这儿到那儿的生产线我全包了，生产的压缩饼干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？这一天可是能生产10万包啊！对，签合同吧，从现在就开始算。你这是去赈灾还是打仗啊？要这么多？还真让你猜对了。姑娘，这么多货估计一时半会儿运不走，我认识的运输车全来都不够用啊。不用运，我自有办法。这期间不能让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进车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还乐得清闲呢，回家数钱去喽。将军，已经过了2日，现在大军压境，粮草断绝，将士们真顶不住了。就算是我为将士们请命，求求您撤退吧。阮姑娘不会回来了，将军认清现实吧。你不能拿全体将士们的命去赌啊！不得胡言，他说3日。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他。将军，旁边的帐内突然涌现出好多这个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这个叫压缩饼干，是行军干粮的一种，吃1块人就能饱了，可随身携带多日。什么？吃1块就饱？当真有如此神奇的东西？将军，我真的不饿了，马上把此物全军发下去。是。我就知道，星梦会说到做到。至少现在粮食不用翻愁了，药品在最开始也送了过去，袁术他们应该能喘口气了。袁术回信了。饥荒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药品也都用上了。久住不愈，伤员的情况还在恶化。怎么可能？已经是最强效的抗生素了。区区刀枪的外伤，怎么可能治不好？难道是……药品没有问题，看看是不是伤口出现发臭、溃烂的症状。如果是，
大概是环境造成的。那边正值酷暑，并且居住条件也较差，不利于恢复。我这次送过去的是空调和太阳能发电机。把黑色的箱子放在太阳下，把白色的放在军帐内，用自带的线连接，然后按开关按钮，有冷风出来后就算成功，应该对战士们的恢复有帮助。阮姑娘的意思是，这两玩意儿就能让将士们恢复？怎么可能？这又不是药。伤口就像神女所说，发臭溃烂。就算说对，这个又能怎么样？将军还是赶紧再催阮姑娘送些药品过来才是啊！照信上说的做。真凉快，夏季竟然有秋天舒爽的感觉。竟然真的有效，总算是缓解了他们的痛苦。星梦当真是料事如神。军师的武器果然好用，经过前几日的一仗，袁国估计是撑不住了，不出半个月就可拿下。哼，半个月？现在的日子均是高温，他们伤口极易腐烂，能撑7日都是奇迹。你大可今日出兵，一举拿下袁国。哈哈哈，如此一下更好，居师一来，我国如有神助啊！别忘了答应我的就好。只要战胜袁国，金山银山我都双手奉上。恕我好奇，巨师这些通天的本领和稀奇的武器都是哪里来的？我纵横战场一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古怪又杀伤力大的武器。天机不可泄露。老板，威力最猛的烟花是哪种？要引爆快，范围广的。小姑娘，我这是烟花厂，又不是炸药厂。嗨，我这不是有喜事，想让全村人知道吗？嘘，这种的，这可是我为了庆祝孩子满月特意调配的烟花，保证一炸，整个村都能知道。就它了，全给我包上。除此之外，2分爪鞭炮各给我拿100箱，立刻就要。有了这些，袁术的仗一定会好打许多。袁术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！奇怪，人呢？阮姑娘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不重要。袁术呢？敌军来袭，将军带着人上战场了。什么？找人！把帐篷里的箱子都带上。袁术，你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快下来给爷受死！放箭！还敢反抗？将士们，给我冲！将军，箭已消耗完尽，甚至连弓都损坏过半。哈哈哈，袁术，放弃抵抗，老子能留你一条全尸。今日我就要亲手攻破你们袁国的大门。你对袁国的我都记在心里。如今是我和袁国共存亡的时刻，刀剑无眼，赶紧回去。见到星梦，帮我把这个给他。你怎么来了？哈哈哈哈！袁术，你们国家已经到了要女人上战场的地步了吗？无力的将军配废物的国家，还真是绝配呀！叽里咕噜说什么破玩意儿呢？烦人！
这难道是……该死！炸药千金难求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我们撤！将军，他们撤军了，赢了！手下来了，袁术，我们是不是守住了？是。谢谢。爽！竟然可以把肉做到如此美味，我一定要让族人们也尝尝。好说，我回去给你拿一箱烧烤料，保你吃个够。火锅没火了，我去拿点。你真好看。少喝一些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我这是高兴。还我哥。别喝了，我还能喝。星梦，袁术，这仗我们赢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那认识我呢？认识我你开心吗？我从没想过能穿越，以前只在电视里看到古代，没想到还真的能来，就跟拍电影一样，更没想到能认识你们。认识你也是我最开心的事。那就好，而且还能帮到你，让我感觉自己有了价值。我也不是没人要的孩子。怎么会没人要呢？我多想，还是等战争结束吧。哪儿弄来的那么多炸药？简直是匪夷所思！军师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快攻，速战速决。尽管他这次取胜，但前期战败带来的损失不是一朝一夕能恢复的，不能给他们留喘息之力。可是万一他们还有炸药手呢？不可能。就算是我的猜想真的成真，他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弄来这么多。你尽管去攻。头疼。行了，喝了会好受一些。星梦，你还记得昨晚？昨晚怎么了？我记得我吃烧烤不小心喝多了。没事。将军，区区战国完全不在话下，你们有是作战计，不如我们乘胜追击。不可，炸药这次过后已经用尽，再补足需要很长时间。当务之急是巩固城池，防止敌国来犯。星梦说的对，以张衡的性子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新一场硬仗恐怕马上就来。乌拉尔，你来看看，你对自然地貌比较了解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这是天然陷阱，四面环山，猎物进来无处可跑。这里做水道，草原每年淹死的动物数不胜数，他们要是想避开水道，只能走旁边的小路，那就可以在这里设伏。我来这么久没见过下雨，有河床可引入吗？放自来水水量太大，会引人注意。草原现在是雨季，按令行事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兵分两路。就这么定了，这个水渠必须要这么宽、这么深，才能保证水流畅通。
别碰！我往里做了些东西，告诉士兵，开战绝对不能进水道。已经吩咐下去了。现在就等着敌军上钩了。军师，这些日袁国毫无动静，只是一味的增加防守，这就是他们元气大伤的证据，已经无力乘胜追击，当下就是进攻的最好时机。但他们好像还在军营四周挖了个水道，不知为何。水槽，莫非是想效仿护城河之术？可偏偏赵国都是弄水的一把好手，无谓的挣扎，一条浅浅的水沟就想抵抗千军万马。动手吧！是，将士们冲！怎么可能？哼！看来生效了。古代没有触电的常识，一个水道就能拦住大部分军力。袁术，你害我损伤如此惨重，老子和你拼了！袁术，你害我损伤如此惨重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哈哈哈哈！袁术，你想困住我，结果把自己也困在这里。老子今天就拿你的人头作为战利品献给大王，我才要用你的命来告慰战死的兄弟们。哈哈哈！你以为你一个人能打赢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军师说过，你们袁国气运已尽，早就避不开被吞并的命运。我从来不是一个人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此盾牌坚硬无比，爆炸都没有伤我半毫。那是自然，这是草原上最巨大、坚硬的动物甲片制作而成的。我们这是打赢了。赢了。赢了，战争总算结束了。小心，乌拉尔！竟然还有漏网之鱼。西梦，你先带乌拉尔回军帐疗伤，我去追。小心啊！这个伤口怎么这么深？有点痛，你忍一下。这点痛不算什么。我就知道你拉栅栏的时候会把自己弄伤。谢谢。战争结束了，你想去做什么？在这边收拾一下，回药店吧。那边还一地烂摊子等着我。你呢？草原的王这么久不回草原，族人们急坏了吧？你以为我是为什么留在这里？为了那个虚伪的臭木头吗？别这么叫袁术，你就是总偏心他。神女，你什么时候嫁给我？你和我有过命的交情，哪有嫁给好兄弟的？那袁术呢？你也把他当兄弟吗？
我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打算，更别说嫁人了，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排在前面呢。对方跑得太快，没有追上。我已经派人去搜查了。你的伤势如何？哼，打你完全没问题。军队休整一下，准备启程回京了。啊，那我收拾一下就回去吧。袁术，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？因为人的贪婪是无限。我不喜欢这样。每次打仗都会死好多人啊，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，还没实感。亲身经历后更可怕了。我会尽力阻止战事的发生，让袁国变成最安全、没有战事的国家，让你再来的时候不会为这些事难过。那拉钩，这在我们那儿是承诺的象征，盖了章就不能反悔喽。神女走了，那我也该出发了。圣旨到，袁术违抗军令，谎报军情，现有仅一位押解回京，其余将领全部随行。一阵子不见，袁将军又回到西宫了，可曾想念这里？王公公，我们刚从战场上拼死拼活下来，军带伤，若是有问题，关押我就好，放了其他将领。泽家也是奉命行事，袁将军也别难为我们。我行军中一举一动都如实向督军汇总，不知是哪里犯了错。袁将军，按照京城供给的粮草，你们早该探进粮穴，催京城运粮才对。结果还来信说军中物资充裕，不必再送粮。那你们这些日吃喝究竟是哪儿来的？怕不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吧？不行，不能暴露穿越之事。咱家果然说对了。陛下让你重新领军，是看重你，不是让你趁机中饱私囊的。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他？我要灭圣，这其中有误会。哼，皇上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能见得了？怎么每次来这个地方都很倒霉？你也趁机回去吧，顺便去看看星梦，他上次状态不太好。那你呢？我的事先不要告诉他，放心，我此战大捷，皇上不会太为难我。谁担心你了？喂，阮小姐，你走大运了。有个收藏家对你手里那些没年代的古董很感兴趣，要高价收呢。真的？有人愿意买？快点过来吧，人在店里等你呢。你也回来了，那边的事都搞定了。你准备去哪儿？有人要买从那边带回来的古董，我正准备去见买家呢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确定要来吗？谈生意可是很无聊的。我在门外等你。好。我和你说，你可是遇上贵人了，竟然有人出这个价要买你那些东西呢。这么多，靠谱吗？我还能诓你呀？人家说了，自己父亲就喜欢搞一些。阮老板，久仰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门外是我弟弟，他有些内向，不好意思见外人。
阮小姐就是这些古董的直接主人吧？是的。那太好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在意我是不是这些古董的主人？嗨，这样就省了很多不必要的纷争了。阮小姐，合作愉快。走啦，别种蘑菇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是我想多了吧，或者是长得很相似的人。走吧，我们先去袁术那边看看，他战后重建也需要钱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不行，不能去袁术那儿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袁术那边出事了？你可知罪？袁术不知。朕整整1个月未让人往前线送过粮草，结果你们不仅吃穿不愁，还悠哉地打赢了这场战事。你们的粮草不是收查民脂民膏，还能是天上掉的不行。陛下，几十万的士兵在前线拼命，您怎可轻易断了粮草？您将袁国的安危置于何地？你还敢教训起朕来了？朕只不过是试探一番，不然怎么抓到你中饱私囊？臣没有。够了！朕看你真是在边疆把心养野了，滚出去！没朕的命令，不可踏出西宫一步。臣领旨。皇上何必为了一个蛀虫动气，杀了不就得了？多亏爱卿提醒朕，不然朕还被他蒙在鼓里。只可惜袁国将才稀少，杀了他恐怕边疆不稳啊。看来还需再添把火。皇上，9州18国的使者已经在路上，3日后就来朝拜。好，这正是彰显袁国国威的时刻。此等大事就交由爱卿处理吧。臣领旨。只要能挑起2国矛盾，又可以发一笔战争财，此等机会定不能错过。你们果然来了。你报喜不报忧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你还笑？看我干什么？神女这么聪明，一下就猜到了。要怪还不是怪你自己没本事，随意被人拿捏。不是，只是被卸了兵权，困在宫中。幸好战事已过，四海升平，只要百姓们过得好，这些都无妨。你总不能……袁大将军，袁大将军，我贴身的小厮和丫鬟，莫非也不能带进宫？真当本将军是囚犯不成？袁将军言重了，小的来是传陛下旨意，3日后朝拜宴请，大人按时出席。知道了。袁国大获全胜，国威上升，周边18国，例如北韩国等，都要来朝拜进贡。我虽然被禁足，但这种场合还是要出席。不就是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拉出来吓唬人，不需要的时候关起来吗？当你是吉祥物啊！朝拜会很好玩，我可带你们一起出席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觉得北韩国的名字有点耳熟。这古代的经济远比想象中繁华很多。失礼了，贵人。他怎么也会到宫里？无妨。怎么感觉这个背影有点眼熟呢？秦梦，你很在意他。他是谁啊？若我没猜错，
是新贵的李大人。李大人，传闻李大人已经婚配。他婚没婚配，管我什么事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？我走了。要想个办法做掉阮心梦，绝不能再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李大人，北韩国可汗来了。哦，那可是贵客。是在像之前定好的金玉宫吗？不，这种贵客由我亲自领路。你忙去吧。是。见过可汗。哼。你们汉人就是这么交待客人的吗？连一间好屋子都不给？小可汗息怒，这次来朝拜的使者过多，宫中实在住不下，还请诸位将就一下。骗人！我分明看着其他使者去住好的宫殿，你就是……告诉大元皇帝，我北韩国心领了，以后也欢迎他来北韩国做客。自然，毕竟大元和北韩世代交好。父王为什么不让我说完？他分明是不把我们北韩放在眼里。这恐怕就是汉人口中的下马威。父王是说，这是在警告我们？父王，他们欺人太甚，以为北韩向他们缠拜是怕了他们吗？我就不信他们能抵挡住北韩的铁骑。就是啊，父王。我也听说他们是打赢了国力强大的赵国不错，但也由不得他们借此骑到我们脑袋上去。借这次朝拜的机会一探虚实，若是他们国力空虚，一举拿下。是。参见大元皇帝。诸位远道而来，快快入座。左边第一位是谁？感觉其他人很尊敬他。那就是北韩国国主，是18国中实力最强劲的国家。好饿，还没来得及吃饭。还想吃牛肉条？正好，你也尝尝，很好吃的。袁爱卿觉得呢？陛下所言极是。那就按图木吉王的意思，举办3场比武大赛，由袁爱卿来打头阵。是，陛下。听闻袁术将军是常胜将军，屠木虎也是我们草原最英勇的汉子。正巧借此机会，让我儿子向袁将军讨教几手。哈哈，讨教说不上，两边互相切磋学习罢了。袁术，他们人高马大的，你要小心。放心。要是我上场，你也会这么紧张吗？当然。
你最好会。袁术为什么还不出招？看来大元国的将军是个不战而胜之徒啊！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心！沃尔，刀剑无眼，土木可汗莫及。玄太一，第二场赶紧开始吧！好，请下此狠手。北韩国这次恐怕来者不善。这是我最小的女儿涂木灵莎，北韩第一鞭师。不知大元国可有女子迎战啊？堂堂大元国，竟无一人敢迎战吗？好，就你了。我？陛下，臣的侍女不懂规矩，臣这就将她带回去管教。大元国尽是这说话不算数之人吗？我北韩国没见过上了擂台还能下去的逃兵。既然他已出列，按照规定就他迎战，你莫要再多说一句。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不能再让袁术激怒皇上。民女愿意出战。神女，这太危险了，对面明显是习武老手。没事，我心里有底。上去就认输，不要和他打。你要我不战而败，那袁国的脸面不重要，我只要你保护好自己，袁国我自会守卫。凭什么你们觉得我一定会输啊？看招！果然是外行人，反而将最致命的胸腹露出来。我才不管你们袁国如何，我不能让神女受伤。星梦让我们信他。怎么可能？果然还是现代科技好用，幸好上次战争后还剩了几件。怎么只有防弹背心，没有防弹胳膊？你究竟练了何种武功？防弹功。土木郡主跌出场外，大元胜！好，哈哈哈哈哈！漂亮。止血止疼的，太医马上过来。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北韩国也是能人辈出啊，可汗的一双儿女都是颇具大将风范，未来可期。
早就不疼了，太医再晚来点，伤口都愈合了。越是危险的事，你越要冲到前面。我该说你什么好？我若不迎战，轻则你被皇上惩罚，元国受辱；重则助长了北韩国士气，他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知，后面又免不了一场恶战。我们不是约定过吗？要阻止战争，要百姓平安喜乐。可如此换来和平的代价未免太沉重，我承受不起。让你担心啦，我保证以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，好吗？好。陛下，这次北韩国明显有备而来，其心可诛。若让他们平安回去，无异于放虎归山。朕如何不知道？只是大元刚刚经历战乱，已经国力亏空，恐怕无力再与大一战。幸好这次朝拜会给朕立足脸面，相信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还是陛下思虑周到。爱卿忧国忧民之心，朕能感受到，只能暂时忍过这段时间，等兵力恢复了再考虑北伐事宜也不迟。陛下所言极是，又让阮星梦搅黄了。明日的猎场上，我定要他的命。今日白白让其他10几国看了笑话，我北韩还如何在草原上立足？父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取袁术的项上人头。袁国还会给你第2次机会吗？看来是神的旨意暗示我们当前并非好的时机。父王，袁国如此轻待我们，难道这次就算了吗？技不如人就老实认栽罢了，此事就此结过。况且只要袁术在一天，袁国就如铜墙铁壁，难以攻破。父王，请再给女儿一次机会，明日狩猎场中，女儿定想办法重伤袁术，为北韩赢得开门红。父王，女儿不想让北韩被人轻视到如此地步，哪怕是拼上女儿这条命，我都愿为北韩赢得尊严。父王知道你将北韩视为全部，父王也为有你这样的女儿为荣。这样吧，明日再试一次，但绝不可冒险。若是不成，等我们回草原再从长计议。是。今日是狩猎，你身上有伤，不宜剧烈运动。我担心北韩国仍不死心，还要搞事。带我一起去吧，总算是多个帮手。而且我也有想弄清楚的事。昨日比武并非我自己出猎，而是被推的。可有看清是何人？在场人太多，实在难以分辨。但此事很蹊跷，昨日虽无女将，但在场女眷不少，所以选中我并非巧合。可我根本不是这个时空的人，更别提仇家。为何有人要置我于死地？神女所说有理，今日那人一定还在猎场之中。不如让我和神女找找线索，我会保护好神女。好，狩猎场内弓箭无眼，你们一定要待在外围，不要进来。好，各州儿郎更显风采。朕宣布，秋猎开始。这不像是汉人服饰上的东西，难道是北韩国？但昨天土木灵莎看到我惊讶的表情，不像是装的。乌拉尔，你眼力好，帮我找找这是谁身上掉落的吧。好。谁？是他。不行，距离太远了，准头差很多。
在靠近袁术该发现了，父亲只让我们尽可能重创袁术，若不好实现也不勉强。你怎么这么胆小？为了北韩国冒点险算什么？我用身上的铃铛声给你带位置，听准后放箭。好。你到底是谁？引我来此处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在哪儿见过他？昨天是你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怪就怪你不该出现在这里。站住！你竟敢！我杀了你！可汗冷静，如今一切不明，现在下结论未免太草率。我族人亲眼撞破他拿着弓在灵莎尸体身边，还要有什么不明？你拦我，我便连你一起杀了。你的族人只能证明我是第一个发现他尸体的人，如何证明是我杀了他？你且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可汗息怒，若他为犯人，朕绝不姑息。放心。回禀陛下，草民是为了寻将军才进入猎场，可在猎场中迷了方向。原本在领地的人均可作证，草民离开领地不过1炷香的时间。继续说下去。诸位可记得，发现灵莎公主尸体时，周围草上的血迹已经干涸，连身下的土都沁了半寸的血。就算草民能在第一时间杀死公主，但短短1炷香的时间，想达到这种效果明显是不可能的。所言有理啊！是啊。你说不是你，那凶手是谁？你说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若我分析没错，凶手应当……父王，他就是凶手！我亲眼所见是他射杀了灵莎。他为何污蔑我？小可汗，说话要讲证据。刚刚你证明我不可能作案。你们汉人诡计多端，一张嘴颠倒黑白，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？够了！土木虎和灵莎是亲兄妹，他不会骗我。不管用了什么手段，如今我定要杀了你，为灵莎报仇！铁证在前，可汗怎么黑白不分？够了！来人啊，把此女押入死牢，3日后午门问斩。皇上，不可！哼，你以为杀个侍女就能磨平我北韩国的恨吗？我图木季吉尔沙瓦在此立誓，我北韩的铁骑定将踏平整个中原，让你们为我女儿陪葬。踏平中原，为公主报仇！还不把此女押下去！朕要将她千刀万剐！放开他！快走！袁将军，你这是何苦？
皇上不迁怒你，已是格外开恩。他并不可能是凶手，皇上心知肚明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抵赖不得的。皇上也是秉公处理，北韩的大军已经压境，您身为臣子，不为皇上分忧，怎么还要给皇上添乱？皇上竟也如此黑白不分了。北韩国明显意图不轨，即使不是公主被杀，早晚也会因其他事造反。袁将军慎言。总之，皇上说了，您就是在这儿跪死，那婢女也非死不可。明日就会有人拿着她的尸首去往前线交给可汗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袁某无话可说。我究竟是在哪儿见过他？他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置我于死地？看装扮，他并非袁国人，但也不像是北韩国人。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莫非……西梦，西梦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袁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和圣上说起你的情况，圣上明白你是无辜的，所以让我来送你出狱。出去后离开袁国吧，袁国已不太平，可以去南边，那里气候宜人，远离战火，那还有很多生意人，正好可以继续做生意。或者，干脆离开这个时代，永远不要回来。那你呢？我是袁国的将军，还不能离开。但放心，等我处理好北韩的事，自会去找你。我真的洗清自己清白了吗？明明白日皇上还不信我。好了没？走吧。我就知道神女即使拿了珠子也不会走，幸好袁术算有点良心，主动想出劫狱的办法。你们是劫狱？是啊，神女怎么了？谢梦，快！死牢走水了，快找人来！大火之下，一切都会焚烧干净，至少能暂时掩饰我越狱的痕迹。皇上根本没答应放我，是不是？这么做只会坐实了我凶手的身份，而你也会被化为同伙。就算我能一走了之，你怎么办？袁国的百姓怎么办？此举定会惹恼北韩，他们一举南下，难道要数万条人命为这场陷害买单吗？我考虑不了这么多了，没那么多时间了。皇上明日就要行刑，我只想救下你。乌拉尔给了我珠子，我不离开的原因就是不想让幕后之人得逞，这明显是个圈套。袁术，你做事就不能冷静一点，想想后果吗？哎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离开。神女，袁术并不是没有尝试其他的办法。他在大殿外整整跪了一天，最终弄明白一件事：皇上根本不在乎真相，他只想尽快用你的命给北韩一个交代。所以他是迫不得已才去劫狱，可我刚刚还怪他冲动。神女，和他说清楚吧。乌拉尔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没事。你愿意为他留在死牢，他愿意为你劫狱。袁术，终究是你赢了。抱歉。
疼吗？无妨。胜意已决，最迟3日就会开战。你先回那边好不好？袁术，这和之前的战争不一样，我并非还是局外人。这次的幕后黑手明显针对我，我不想逃避。可如今已是死局。未必，皇上只是为了找一个平复北韩怒火的替死鬼，所以他不在意真相。但图木吉可汗不一样，他才是真正在意凶手的人。可惜现在缺少线索，而且我总觉得缺了很重要的一条线。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用？这是杀死图木灵莎的剑。头骨是人最硬的骨头之一，可这剑半只都沁了血，说明几乎射穿了头颅。你们的剑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我最多只能将剑把射穿5寸，即使用上玄铁弓，在战场上也只射穿过人的肉体，而非骨头。我试了试他们弓，虽然比我那边的威力大了不少，但射穿骨头还是很难，而且射力越大的弓，准头越差。可这一剑正中眉心，图木灵莎都来不及发出喊声就当场毙命，就连你们都很难做到的事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猎场呢？这里也不太对，按照射箭姿势，一般箭头更容易出现擦痕，可这支的擦痕在箭尾部。据我所知，当前没有一种弓会出现这种擦痕，这更像弩的痕迹。可箭弩体型庞大，若有人携带定能发现。当前没有的弩，难道说……神女，我在这里见到了和你那个时代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我原本以为是巧合，就忽略过去了。但如果不是巧合，而是和我们一样的穿越者，那一切都说得过去了。是在哪儿看见的？古董店，就是跟你做生意的人。我和袁术被押回皇宫时，在太监身边看见了一模一样的人。怪就怪你不该出现在这里。难怪突然有人收我的古董，难怪他说我不该出现，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这么看来，恐怕张国实力猛增，其中也有他的手笔。他靠着战争发财，可我却挡了他的路，所以才想除掉我。包括这次的陷害，都是他计划的一环。这么说来，近日皇上频繁罢朝，只在御书房单独会见某人，恐怕也是他。那该如何揭穿他的身份吗？穿越之事太过玄幻，难以让皇上信服。况且看样子他现在很得器重，贸然前去反而会暴露我们。当务之急是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。放心，我会请旨前往北境。袁将军，皇上召见。夜里死牢走水，一切都稍为灰烬，你可知晓？臣有所耳闻。死牢从建起之日就未有过走水，偏偏是在你的侍女被关押后，这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陛下，西宫未发现异常。哼哼，你的宫殿倒是干净。如今北韩大军已压境，但重要的犯人却葬身火海，你可有办法？臣愿意领旨，带兵前往北境镇守边疆。你一向主和，况且多次以战争耗损劝导朕，这次竟然主动提出带兵前往。臣主张自卫，但并非对他国的挑衅置之不理。若有人纯嫌我国，臣愿以身守卫。既然如此，朕准了。爱卿，果然如你所料，袁术主动请缨去往前线。陛下，袁术2次被剥夺军权，
孔早就心生不满，这是他唯一拿回兵权的机会，他定不愿放弃。臣愿意亲身去监视袁术。监视？不必，杀了吧。如今朕身边已有了你，一个不听话的棋子扔了便是。臣领命。袁术死后，他的兵权全部移交给你。只要能抵抗住北韩国，全国之力任你取之。臣定当不负所望。我们还是等袁术到了前线再回去。乌拉尔，这次恐怕比上次的战争还危险100倍，不如……神女又想劝我走。我不单是为了帮你，这次我也有必须参与的理由。这是我们部落的图腾，神女有没有觉得眼熟？好像和北韩国旗帜上面的花纹有点像。从我第一眼见到北韩国人开始，就有种奇怪的熟悉感。可我分明不是这个时空的人，我也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一起。只是李琦已经深得皇上重视，想扳倒他恐怕不容易。扳倒？不需要，在皇权之下，确实是任人唯亲。可现代不一样，在这里可是法治社会。辛苦强哥见到此人，一定要联系我。好说，找个人罢了。你救了我家丫头，这点小忙不算什么，就是不知这人是哪里得罪了阮老板。我怀疑此人贩卖、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。此话当真？通知下去。见到此人，立刻通知我和阮老板。是。强哥费心了。我们虽然也不算什么好人，但这种严重危害安全的事儿绝对不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事儿放在心上。正好，我还有几个在钢铁厂的兄弟，他要是私自做武器，应该少不了买材料。我也让那边多注意此人。如此一来，多谢强哥。走吧，准备回那边了。神女，你如何确定他一定会回这边？若他一直在袁国不回来怎么办？他唯一优势就是穿越，穷途末路之时，他一定会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时空，准备东山再起。形势如何了？不容乐观。北韩国战意决绝，递过去的详谈书全被撕毁，使臣也被杀。而且袁国经历上一战元气大伤，精锐只剩1000余人，他们已逼近至这里。按这个速度，恐怕明日两军将要交锋。那就是还有1晚的时间。他们带队的将领是谁？土木鸡可汗吗？是土木虎打头阵，土木吉在后方坐镇。不如我们赌一把。在营地当日，我和土木虎无冤无仇，他却突然指控我杀人，慌乱的样子很奇怪，这其中说不定另有隐情。你是说，是土木虎杀了土木灵莎？有这个可能，或者是他误以为自己杀了土木灵莎。总之，只要见他一面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灵莎。小可汗，敌军来袭，有多少人？只有3人。你还敢来送死？小可汗此言差矣。若我把真相说出来，
恐怕该死的另有其人。小可汗，还不请我们进去详谈吗？小可汗，别紧张，你若是失手杀了我们，密信会立刻出现在可汗的桌上，上面可是有灵莎死亡的真相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7日前的狩猎场上，你用弓射杀了你的亲妹妹图木灵莎，还试图嫁祸给我。我没有。也许你没有发现，其实汉人的剑和北韩国的剑在尾羽处有些微差别，为的就是区分射猎者的身份。北韩的剑羽中会藏有一根红色羽毛，而杀死灵莎的那剑正是如此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失手成这样？灵莎，哥哥对不起你。只要你把当日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我们不是不能替你求情。如今灵莎的死牵动两国的战争，难道你还想军营中那么多族人为你的错误卖命吗？当日我和灵莎决定借射猎的机会除掉袁术，但又不敢靠太近，担心会被发现。难怪当日有奇怪的箭飞过。所以灵莎提出平声定位的方法，她靠铃铛替我引位置。当铃铛声结束后，我就射箭。没想到，竟然真的是我误杀了。等等，你是说你用弓射的？这把吗？看来灵莎并不是因你而死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能用这把弓射穿动物的头骨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们打猎都是瞄准动物的腹部，怎么可能瞄准头骨？灵莎是被射穿头骨致死，箭足足穿过这么多。这是何等武器，能有这种威力？到底是谁杀了灵莎？我们已经有了眉目，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配合。我凭什么信你们？你们汉人会这么好心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是帮两国的百姓。若是我们陷入奸人的诡计开战，受连累的只有人民。若不是你们挑衅我北韩国，我和灵莎又怎会铤而走险？各国来朝，元国都是以礼相待，何来挑衅一说？你们把我们安排在破旧的宫殿，就连下人都轻视我们，这不是下马威是什么？负责朝拜会准备的是李渠。果然。我不管你们什么旗，灵莎是被北韩国人杀死，我会揪出内鬼祭天。但元国和北韩国的仇还没结束。刚刚箭羽之事是为了炸你，但我接下来所说句句属实。北韩若执意和元国打仗，最终只会两败俱伤。你，请为我们引荐，我们一定要见可汗。为何两军还没开战？回督军，昨日夜里袁将军带了2人前往小可汗帐内，至今未回，两军都不敢轻举妄动。什么？他们去找屠木虎了？不能慌，北韩人出名的冲动，可汗认定袁国有罪，不可能听他们狡辩。也许他们是去弹劾却被杀或者软禁起来了。报！督军，敌军前线撤军了！撤军？他们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知道了真相才会撤军，不能留了，要赶尽杀绝才行。督军，传我命令，全力进攻！督军，袁将军的命令是在他回来之前不可私自行动。虎符在我手中，抗令者格杀勿论。父王，对不起，我因害怕隐瞒了真相。本王凭什么信你们？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当今天下，谁能做到将剑穿过头颅？可汗也不想灵莎死的不明不白吧？如今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可汗要放过他吗？可汗不好了，元国突然拔营进攻。怎么会？原来你们是在为进攻拖延时间！来人啊！我下的命令是原地待命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够了！本王不想再听你们一句废话，把人押入木笼，我要拿他们的血祭天！
怎么会突然进攻？军令如山，没我的命令，将士们不敢妄动才对，除非是虎符。莫非是李琦带着虎符来到了前线？准备好受死了吗？让我出去，我可以说服他们退军。袁术，你当我傻的吗？放你出去，无异于放虎归山。可汗，你若是现在出兵，就是中了奸人的圈套，你忍心让这么多族人白白赴死吗？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你是北韩国人？不像。你为何会我们北韩的语言？我并非你国人，但应该和你们关系密切。这是北韩正统血脉才有的标志，为何在你身上？如今来不及解释我的身份，但我愿用一身的草原血统起誓，我们绝无害北韩国之心。让袁术去说服袁国撤军吧。你去劝说，可以，但这个女人要留在这儿，你但凡有一点不对劲，我就立刻杀了她。去吧，我没事的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必须确保她的安全。哼，我们可不像汉人一样出尔反尔，只要你说到做到，我也一样。等我回来。呐。你是他的伴侣？还不是。不要试图对本王撒谎，我都看得出来。将军，将军，看到您没事太好了！众将士听令，立刻后退30里，回到边境线。没听见吗？后退一步者，杀无赦。总算出现了。袁术、阮星梦已和北韩国沆瀣一气，现诛杀2人者，连升3级，赏黄金10000两。北韩国和袁国并非有仇，是李傕在其中挑拨离间，栽赃陷害，到了如今剑拔弩张的地步，将士们的血不可为这种人流。你说我挑拨离间都是口说无凭，但你彻夜未归，从北韩国军帐里出来已成事实。士兵们亲眼所见，谁是谁非已再清楚不过。你若是真的体恤战士们，就不会在刚刚结束大战的时候，立刻开辟新的战场。我是为守卫袁国而战，不向你卖敌求和。守卫袁国，那为何在上一场战争的关键时候断我们军草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相信将军的话，若没有他，我早死在张国的战场上。阮姑娘给我们送来那么多物资，还带我们守城，我不信他会叛国。你们都想抗旨不成？带兵靠的从来不是一个摆件，而是人心。去吧，你的伴侣在等你。你是战败的那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错，神女不爱草原。神女？你叫她神女？怎么了？这是大祭司画下的场景，
凡是北韩国的重大战事，他均会有所记录，流传给后辈。他刚刚来问我怎么称呼那位女子，我说叫她神女。我确实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部落里的老者告诉我，我们的祖先是因战争从北方迁徙而来，而神女是改变一切的希望。你们部落如今还好吗？已有了自己的草原，但远不如这里先进。100年前的战争摧毁了一切文明。如果你真是我们的后代，我很抱歉。无妨，至少这次你们做对了选择。相信在这个时代的未来，他们会过得更好。有此物，在北韩国可畅通无阻。你再回那边后，有任何难题，北韩国随时欢迎你。不好了，袁将军，李琦在牢车里失踪了。他应该是回了现代。我和你一起回去。我来解决。一切源于我的时空，就让它结束在那里。你来收拾这里的烂摊子，如何和皇上解释现状，才是你应该烦恼的事。万事小心。好。炸死你们！我要炸死你们！只要所有士兵都死了，我还能风风光光的回原国，继续做高官，享荣华富贵。谁？你竟然能追到这里？你真是疯了，竟然在居民区放这些东西！闭嘴！我马上就赢了。原国已经是囊中之物，只要我杀了你们，就没人知道真相。原国？你以为你还能回原国？不许动！不许动！还给我！把它还给我！你没有机会再接触他了。带走！放开我！我是2品大臣，我要皇上砍了你们脑袋！现在我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逮捕你。早点适应吧，你的下半辈子都在牢房里度过了，李大人。不知道袁术那边怎么样了？你终究是走上了这条大逆不道的路。陛下老了，容易被小人蛊惑。臣帮您清君侧。李琦，李琦，他不会再出现了。陛下最后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你杀了他，朕要治你的罪，要诛你9族。早知当初，在你回京时，朕就该杀了你。你知道张国一仗有多少将士们殉国吗？109854人，百姓200210人。若不是你愚蠢的自作聪明，他们不能活下来更多。朕是皇子，天下的都是朕的，为朕战死是他们的荣幸。皇上老了，开始说胡话了。你敢篡位？我对这天下并无异。听闻幼6皇子从小寄养在宫外，为人聪慧仁慈，是当君主的不二人选。一炷香后，我将来拿圣旨。爱卿，朕知道错了，朕真的知错了，再给朕一次机会，朕一定做个明君。来不及了。你敢做这些事，就不怕背上千古骂名吗？千古骂名，若是能传到他那个朝代，也不是一件好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干脆直接去星梦那边给他一个惊喜。怎么回事？星梦！为什么没了反应？通道呢？为什么不见了？袁术、乌拉尔，你们听得见吗？袁术，我该怎么办？
喂，阮老板吗？你不是卖什么元钞的东西吗？所以我一直帮你留意着。你猜怎么着？本来是毫无痕迹的朝道，结果我今天翻史书时，竟然突然发现了元朝。你说这事儿真是见了鬼了。书上怎么说？书上说啊，元朝出过一名少年将军，叫袁术，在帮元国抵御多次外敌后，辅佐新皇登基，接着就迎来元朝最繁荣昌盛的时代。还好，至少知道你过得很好。袁将军认为这事如何？陛下思虑周全，臣以为没有不妥。陛下已登基半年，对朝中事务已经熟悉，不必再凡事过问我的意见。臣终归是臣子，不可僭越。袁将军此言差矣。朕刚登基时朝纲不稳，是将军替朕扫平一切障碍，帮朕坐稳这把龙椅，才有的如今太平盛世。在朕的心中，你早已是家人的存在。太平盛世，可惜他见不到了。将军在说什么？无事，正事已议完，臣先行告退了。每日向朕推荐自家女儿的折子，都快把御书房的门槛磨平了。半年过去了，将军还是不肯娶，臣早已心有所属，请陛下成全。快请起！是哪家女子，朕为你指婚。若女方家有所顾忌，任何要求随便提，朕都可以帮你实现。她目前不在元国，谢皇上美意。袁术，糟了，我忘了拿麻将过来。我去吧，橱柜的第二个柜门是吧？对了，林莎的照片给可汗了吗？可汗看见后，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流泪。他说很感谢你送来的东西。没什么，林莎是被无辜牵连才会。照片从哪里做的？太逼真了，比画像强了好多。那是 AI 合成的，就是一种很先进的手段。不愧是神女。这么久了，你也明白我就是个没有神力的普通人，总该换个称呼了吧？不，你就是神女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聊一些以前的事。说起来，真是没想到穿越的开关竟然到了乌拉尔那边。珠子等了半年毫无反应，以为不能穿越了，结果去一个山洞里却意外发现了穿越门。若不是那次下雨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呢。也许是因为你那边的历史改变的最为彻底，开关才会转移，需要你亲自重启。你怎么不说是咱俩的爱感动上天呢？也是吧。还吃不吃了？我可夹菜了啊！乌拉尔，放下我的肉！完了，这下真成砖头了。手机没电，充电宝也耗尽了，以后想听歌看剧都没指望。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带个太阳能板呢？真是穿越者之耻啊！此物虽无电，但质地坚硬，若是磨平了边角，倒是个不错的镇纸。你瞧这分量，压胸纸再合适不过。袁大将军，这可是我最后的娱乐源泉，你居然想把它当镇纸？神女，这黑盒子能砸核桃吗？看着挺结实，我们草原上的石头都没这么平整，用来砸核桃肯定顺手。你们两个真是暴殄天物，一个要当镇纸，一个要当锤子，这可是21世纪的科技结晶啊！在你们眼里就这么实用主义吗？前几日工部送来的新巧物件，说是能存住光，这是工匠根据阮星梦之前描述的夜灯阳里改良的。虽不能如你那盒子般唱歌画图，但夜里读书时，它能亮上一整晚。这是古代版的小夜灯，袁术你太懂我了。我也有，这是我亲手雕的，吹起来声音像百灵鸟，比那黑盒子好听多了。好好好，一个送灯，一个送歌，我这西宫算是齐全了。虽然没了现代娱乐，但这烟火人间似乎更有趣些。今天咱们不吃火锅，试试我做家乡的红烧肉。袁术，你把火控住，别太大，文火慢炖才是精髓。乌拉尔，你去把那块五花肉切成方块，
要方正正的那种，2寸见方，懂吗？文火？何为文火？这灶火还有文武之分？就是小火，慢慢烧，别急。这灶台比战场还难琢磨。秦墨，这又溅出来了，如何是好？可需盾牌格挡。袁大将军，你在战场上万箭齐发都不怕，怕这点油星子？你那身铠甲呢？怎么不穿上？战场杀敌是为了护国，这是为了护你胃口。万一油星溅到你脸上，留疤了怎么？哟，袁大将军还会担心这个？放心，我经得起一击。神女，这肉太滑，不如让我去烤全羊，那个我在行。草原上都是整只烤，谁还一块块切？这分明是刁难我乌拉尔。不行，今天必须学会切肉。红烧肉讲究的就是刀工，块块分明，肥瘦相间。乌拉尔，你要用心感受肉的纹理，不是砍柴，你这是要去做木工。在草原，这样的刀法能劈狼，这肉比狼还难对付。糖色炒好了，再甜也甜不过某些人。袁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糖果然还是得加3勺。好，下肉加水，炖它个时辰。袁术，记得翻面，别糊了。乌拉尔，继续切，还有半扇肉呢。袁术，你这针线活比绣娘还好，以后要是退伍了，开个裁缝铺也能养活自己。若真有那一日，便只为你一人做衣裳。别贫嘴了，尝尝这个，刚从郊外摘的，甜得很。好吃。乌拉尔，你不去当太子可惜了，这找吃的本事一流。那是，草原上的狼能找到最肥的羊，我也能找到嘴甜的果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以前总觉得穿越是为了搞钱，为了生存，现在才发现，这种平淡的相守才是最难求的财富。宫里又在办宴会，新帝登基，百官朝贺，难免热闹。不过我们这西宫清静，正好避世。哪些繁文缛节，烦死人，还是这里自在。管他们呢，咱们过咱们的日子。对了，明天我想在院子里种点花，你们俩谁跟我去挖土？我去。这个字念爱，上面是个爪，下面是个秃宝盖加个有，意思是心里装着朋友，还要用手去呵护。来，跟我念，爱，爱，爱。星梦说的爱是哪种爱？袁术，你写的真好，有书法肌理就是不一样。军中常写军报，略通一二。这爱字可有简写？有啊，简化字更简单，但少了点味道。你先练繁体，再学简体。神女，这字比驯服野马还难，能不能不写了？我用刀刻都比这好看。行，要想看懂我带来的那些书，必须识字。你总不能让我天天给你听吧？再来，写10遍。10遍？我手都要断了。那20遍。10遍就10遍。将军另行禁止，乌拉尔首领也应言出必行。既然答应了学，便不可半途而废。臭木头，你倒是写得轻松，你那是写字，我这是画符。乌拉尔，你基础差，更要努力。来，我教你。放松手腕，不要用蛮力，毛笔是软的，你要顺着它，不是征服它。你看这样写是不是顺多了？是顺多了。神女，你靠太近了，近才能教好啊！别分心，这一行要平。我写的爱字似乎多了笔。什么？没什么，写错了，重写便是。好，乌拉尔进步很快嘛，这一遍像样多了。今晚奖励加个鸡腿。真的？那我再多写10遍，20遍也行。别贪多，先把这10遍写好，质量第一，数量第二。我去厨房看看鸡腿熟了没有，你们继续。袁术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为何生气？你刚才写字的样子，像是要把笔折断。你想多了。
小心些，别摔着。下次叫工匠该矮些。那不行，矮了容易拖地。谢谢袁大侠，你这腰拖得挺专业啊。战场上扶过不少坠马的兄弟，我就不能是特别的那个？你自然是。今天太阳好，被子也要晒。袁术，帮我把那床抱出来。好。神女，这些柴火太重，我来晒。你歇着，这种粗活我来。乌拉尔，那是柴火，不是衣服，不能晒在这儿。啊？杆子空着也是空着。这是晾衣服的，你柴火滴着水，我的裙子白洗了。那柴火晾哪儿？乌拉尔首领，柴火需放在通风处阴干，这般暴晒，怕是烧不起来。你们中原规矩真多。草原上都是堆帐篷边，自然反感。入乡随俗嘛，没事没事，下次我教你怎么叠衣服，比晒柴火有用多。叠衣服，那是女人干的活儿，男人就不能叠了？你晚上自己缝扣子的时候怎么不说？那是应急。对了，说到柴火，咱们今晚烧烤吧。乌拉尔，你烤全羊一绝，烤兔子肯定也行。烧烤好，我去处理那只兔子，肥得很，烤出来油滋滋的，比你们这儿炖肉香多了。各司其职。袁术，你去取调料，我腌肉。这样的日子若能长久，便再好不过。袁术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我说阻燃不够了，得让厨房送下来。哦，快点啊，馋了。